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睡眠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修复的过程，可以恢复精神和解除疲劳。人的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睡眠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但究竟什么才是最佳的睡眠时间？其实无外乎主要是2个问题，一是睡多久，二是什么时候睡。最佳睡眠时间出炉，睡多睡少都折寿。2021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期刊上的研究，揭示了日本、中国、新加坡和韩国成年人睡眠时间与总体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持续的睡眠不足和持续的睡眠过多都会导致死亡率升高。7小时才是最佳的睡眠时间。总的来说，睡眠时间与全因死亡率之间呈现锥形关联。7小时的睡眠时间是与全因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原因死亡相关的最低点。男性睡眠时长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在男性中，以7小时睡眠相比，每晚睡眠超过该数值，比如达到了8、9、10小时，全因死亡率将分别升高 8%、18% 和 43%。 而睡眠不足5个小时，参与者的全因死亡率也会升高 16%。 女性睡眠时长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在女性中，与每晚7小时睡眠相比，多睡1个小时或者是少睡1个小时均会使全因死亡率升高。令人震惊的是，睡得太久对健康的损害竟然会更大。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全因死亡率在睡眠时长达到10个小时及以上时，最大程度的升高，分别增加 43% 与 55%。 2022年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自然》子刊上发布的一项研究，也契合了这个结论。研究人员对近50万中老年人的基因、影像、行为等多维度数据开展了研究，建立了睡眠时长与认知功能、精神健康等多维度的非线性的关系。最终研究表明，7小时才是理想的睡眠时间，睡眠过多或者是过少都会损害身心的健康。第二点，最佳入睡时间和起床时间是几点？2021年11月，英国牛津大学等研究人员在欧洲心脏病学会期刊旗下欧洲心脏杂志数据健康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至10点59分才是入睡的最佳时间点。因为晚上的10点至10点59睡觉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在半夜或更晚入睡的人风险最高。研究发现，入睡时间在午夜或者是更晚的人发病率最高，而在晚上10点到10点59之间入睡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具体来看，与10点到10点59入睡相比，晚上11点到11点59入睡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 12%， 在午夜或者是更晚入睡的人高 25%， 而晚上10点之前入睡的人高 24%。 最佳入睡的时间有了，那么最佳起床的时间是几点呢？健康中国行动建议，中国的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个小时就好。如果你能够做到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那么经过7到8个小时的睡眠，起床的时间就在早上6到7点。此外，有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患癌风险高。今年7月份，我国华中科学的医学研究团队也发表了国人睡眠相关的文献报告。该研究通过详细的分析参与者的睡眠习惯、睡眠时间以及罹患癌症的风险，得出了结论：长期睡眠时间过短的人与癌症疾病发生的风险增加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夜晚睡眠的时间少于6个小时的人，跟睡眠时长大于6个小时、小于8个小时的人对比，他们罹患癌症的疾病风险要上升接近 41%。 第三点，想拥有最佳的睡眠质量，
学会这6个方法。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很多人经常被入睡困难、失眠、反复做梦困扰，可以试试下面这6个提高睡眠质量、助眠的好方法。1. 学会制造褪黑素波动。要打造适合睡眠的卧室，环境安静黑暗，20摄氏度左右的室温，一定要用遮光窗帘。过多的光线照射会导致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减少，这样就可能会导致你睡眠质量下降。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制造褪黑素的波动，让身体知道白天了，有光我们不能睡觉了。到了晚上一拉窗帘，天黑了我们又能好好的睡觉了。2. 晚饭别吃得太晚。很多人喜欢吃夜宵，这不好。太晚吃饭之后，我们的血糖会升高，这样人就会容易更加的兴奋，让我们不容易入睡。实在睡前饿得不行，我们也不要吃高糖的高碳水的食物，可以喝一杯热牛奶。3. 每天坚持适当运动。运动是一个好习惯，特别是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控制三高都非常好。但是大家要记住，不要在睡前去运动，尽量在睡觉以前2个小时去运动，要么全身都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就很难入睡。4. 睡前做放松的事情。放松的事情可不是打游戏、刷手机，我们可以泡个热水澡、读读书等等。我有个朋友改善睡眠就是这样做的：9点把手机放到客厅，调成静音，雷打不动，也不看手机，也不处理事情。经过一段时间调理，不但睡眠有所改善，连焦虑抑郁状态也改善非常明显。5. 保持每天的生物钟。固定的作息时间非常重要，我们每天要固定时间睡，比如说每晚10点，我们的身体就会慢慢的适应这个时间点。记住，这个节律要一直保持，逢周末也是如此，不要周末睡懒觉，平时又起得很早去上班，生物钟紊乱了，失眠就很难治了。就算偶尔有加班的情况，我们也一定是这样，不管多晚睡，还是固定的时间起床，这样我们的生物钟就是稳定的。6. 睡不着，试试冥想。如果躺着实在睡不着，那么我们可以试试冥想，这是心理科医生常用的方法，抛掉了那些杂乱无章的想法。在睡觉前进行冥想、深呼吸等放松练习，帮助缓解日间压力和紧张情绪，促进更好的入睡。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